今天谁敢割我家一块棚膜，我就让谁赔到底。台风还有3天就会登陆，按照最新预测路线，刘家村就在强风影响范围内，现在必须把大棚膜卸下来。这割棚膜，这膜去年才换的，1亩地连膜带人工得好几千。电视上真说台风要到咱们这儿？不是说直接到刘家村，但台风3天后登陆，刘家村地势开阔，草莓园又正好在迎风坡，只要进入强风圈，这些完整的大棚膜就会变成兜风的帆。哼，什么翻不翻的？你才在学校里学了几年？我们在刘家村种草莓20多年了，春天的大风见过，夏天的暴雨也见过，冬天大雪压棚都没把架子压塌。电视上说一句可能有台风，你就让我们把棚全割了。王婶，这不是普通的大风，气象台已经发布预警，一旦棚门或者膜边出现破口，风会直接灌进里面。棚膜越结实，兜住的风越多，最后倒的不只是膜，整排钢架都会被拉弯。你看清楚，这是钢架，不是纸糊的。这么粗的钢管，什么风能把它吹弯？可上面覆盖了几百平方米的棚膜，受力就完全不同。膜越完整，风压越集中。现在割膜最多损失一层塑料，如果不割，钢架、滴灌、水管、草莓苗可能全部报废。真能把钢架吹倒？天气预报也不一定准。听见没有？什么叫可能？就是不一定。天气预报哪一次准过？上个月说下暴雨，我家被子在外面晒了3天，一滴雨都没见。天气预报会根据路径不断调整，没有落到刘家村，不代表预警没用。别说这些没用的，棚膜割了以后，地里的草莓怎么办？还有1个月才能成熟，现在摘下来又酸又小，谁要？我已经联系过城里的永丰罐头厂，他们加工草莓口浆和罐头，对外观要求没有鲜果市场那么高，只要没有腐烂，达到加工标准，5块钱1斤。5块？大家都听见了没有？1个月以后能卖20块的草莓，他现在让咱们5块钱卖，5块钱，整整差了4倍。20块是精苹果的零售价，不是地头收购价，还要扣掉包装、运输、人工和损耗。现在5块钱虽然赚的少，可至少能收回种苗、肥料和人工成本，也能提前把草莓摘下来，让大家有时间处理大棚。我怎么觉得这事儿不对呢？哪里不对？城里那么大的罐头厂，凭什么听他一个刚毕业学生的？他说5块就5块，他说派车就派车，你们不觉得太巧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哼，还能是什么意思？说不定人家早就商量好了。刘毅先拿台风吓唬咱们，让全村把草莓低价卖给罐头厂，厂里省了10几万，回头再给他一笔回扣，1斤给他几毛钱，那得是多少钱？5块确实不高。刘毅跟罐头厂老板认识？以前怎么没听他说过？不会真有好处吧？王婶儿，没有证据的话不能乱说。我跟赵老板只见过2次，第一次是学校组织参观农业企业的时候，第2次就是昨天打电话谈收购。哼，说的倒是干净，谁知道你们背后怎么谈的？你说没拿回家，你怎么证明？这是我和赵老板的聊天记录，收购标准、价格、运输安排，全部都在里面。谁不信，现在就可以打电话问。谁知道你们有没有提前串好？你不看证据，也不打电话核实，那叫随便给人扣帽子。怎么，大学生说不得啦？我就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，要是3天后台风没来，我们听你的割了棚，草莓低价卖了，棚膜也毁了，这些损失谁来承担？全村100多亩，你算过是多少钱吗？你敢不敢当着大家面写一张保证书？台风不来，所有损失都由你赔。气象预报不是绝对，台风可能改变路径，也可能登陆以后迅速减弱，风险很大。可我不能替老天爷写下一张100%的保证。哼，不敢了。刚才让大家割棚的时候，不是说的挺肯定吗？轮到让你赔钱，怎么没话了？我不能保证台风一定从刘家村正上方经过，但我可以保证预警是真的。他说的再好听，最后还是不敢赔。你们谁愿意拿1年的收入陪他冒险，谁就去割。反正我不割，我家这6亩草莓还有1个月就能卖高价，谁敢动1块膜，我就跟谁没完。每一座大棚
都是一家人的全部收入。他们不是故意跟我作对，是不敢承担眼前能看得见的损失。你们不信他，我信。爷，您怎么来了？建国，爹，咱家一共多少亩？6亩，全割了。现在就割？现在。满仓叔，你可别犯糊涂，你家6亩草莓长得最好，现在割膜摘青果，至少少挣一大半儿。我知道，你还割？我舍不得钱，可我更舍不得大鹏，更舍不得一家人冒险。台风还不一定来，老天爷来不来，我不能做主。可我知道，我孙子不会拿全村人的大鹏开玩笑。他学的是设施农业，放假回来不去玩，天天蹲在地里量温度、测湿度。你们看见他刚大学毕业，我看见的是他4年没白学。书本上的东西能跟种地一样吗？种地靠经验，防灾也得靠科学，这2样不是仇人。谁有道理，就听谁的。满仓叔，你真是老糊涂了。王嫂子，我爹割自家不棚，轮不到你说他糊涂。我说错了吗？这么好的草莓，说不要就不要，不是糊涂是什么？爸，别吵。他都说你爷了。他今天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，3天以后，结果会说话。爷，您下来，剩下的我割。我还能干。您去地头分草莓筐，棚顶交给我。我捡固定绳，咱们一家一起干。行，你们家有钱，愿意糟蹋就糟蹋。等3天和台风转了方向，我家草莓卖20块1斤，你们家5块钱进罐头厂，到时候可别眼红，谁也别跟着他们一家犯傻。小易，真有这么严重吗？按照现在路径，风险很大。可我还是得回去跟家里商量。应该的，这是你们家的地，谁也不能替你们决定。赵老板，我是刘毅。我们家的6亩大棚已经开始处理，草莓经采摘，你们什么时候能来？你们村终于开始割了。目前只有我家。今天联系我的人很多，车不一定马上排得出来。最迟什么时候？最迟明天晚上，只要果子符合标准，半红果5块钱1斤，青果按实际成熟度定价，次果单独挑出来。行，我等你。还有多长时间？3天，最多72个小时。那就跟老天爷抢这72个小时。先摘半红以上的，青果放到最后，坏果不能往里面掺。这还用你教？人家5块钱收咱们的草莓，咱就得给人家5块钱的东西。再着急，也不能坏了良心。小易，这天不像有台风。台风还在海上，外围云系还没到。现在晴天很正常，可村里人看见这种天，更不会信你了。哎呦，今天这太阳可真够大的。台风呢？不会是走错村了吧？王嫂子，大清早没事干了，跑我们家地头看笑话？我不是关心你们吗？昨天说的那么吓人，我一晚上都没睡好，还以为今天一睁眼大鹏全飞上天了，结果风没来，雨也没来，6亩好好的棚膜倒先没了。我家的沫不用你心疼，我是心疼这些果子，您看一半还白着，再长1个月能卖20块钱1斤，现在5块钱卖了，这不是把钱往外扔吗？别乱碰，每筐都分过了。哼，碰一颗怎么了？反正都是罐头厂收，又不是精品果。你不愿意割棚是你的选择，但你不用每天来嘲笑我们。我可没有嘲笑，
我就是想看看大学生算的账到底跟我们种地的人有什么不一样。你昨天说台风3天后到，今天已经过去1天，外面连片云都没有，你还觉得自己对？预警时间没有变化，最新路径反而更靠近刘家村。路径预测翻来覆去还是这几个词，要我说，你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判断错了。到底错没错？等2天就知道。我还没说你呢，你一个当爹的不知道拦着孩子，还跟着他一起糟蹋钱。满仓叔岁数大了，他说割就割，你也不想想以后日子怎么过。爸，继续搬草莓，别耽误时间。他说你爷岁数大。我听见了，他愿意说就让他说。我们多摘1筐，就能多保住1筐。跟他吵赢了，草莓也不会自己装上车。你倒是沉得住气，是不是早就想好了？就算台风不来，你也能靠这件事在村里出名。刚毕业回来就成了给全村找销路的能人，以后谁不高看你一眼？王婶，昨天你说我拿回扣，今天又说我拿全村人的事挣名声，这些话都没有证据。你可以不接受我的建议，也可以质疑台风路径，但不能一直用猜测攻击我。我就是随口说说，你这么认真干什么？因为这种话会影响其他人判断风险。昨天本来有人准备割棚，听见你说回扣，又把工具放回去了。万一台风真的来了，他们损失的不是几句口舌，是整座大棚。你还想把责任推给我？我没有推给你，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，但你也要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。如果你继续说我拿回扣，我会请村委公开赵老板的收购合同，把价格、转账和验货记录全部贴出来，谁说了什么，大家当面讲清楚。怎么，大学生回来吓唬人？我不是吓唬你，有矛盾可以讲道理，不能随便给人扣帽子。行，我说不过你，反正后天就见分晓。等我家草莓卖20块1斤，你可别来问我借钱买棚膜。嘴硬，他心里其实也怕。您看出来了？他要是真一点不怕，不会大清早专门过来看。他是想从咱们这里听见一句台风不来了，怕他还不割。唉，他是舍不得6亩草莓压着儿子的婚事。他不是不知道有风险，是不愿意相信风险会落到自己头上。赵老板几点来？他说今晚，具体没定。要是他不来呢？等到明早，再不来就租车自己送。再打个电话。刚打过，赵老板在临县装车，那边几个村也开始抢收，收完就来。唉，对不住，来晚了。附近几个村都在抢着出货。演的还挺像。什么演的像？一个说台风要来，一个半夜来低价收草莓。你们不是提前商量好的？你说谁低价？5块钱买20块钱的草莓，还不叫低价？你跟刘毅没少分好处吧？我们厂收购有合同、过秤单、转账记录。你说我给他好处，证据在哪里？没有好处，他为什么帮你压价？你家的棚还没处理，好好的棚为什么处理？你没看预警？看了，说的是可能，又没说一定来。我名片你收好。怎么，想收我家的草莓？明天过后，只要你还有草莓能卖，给我打电话。我家的可不是5块，至少15。1块。你说多少？1块钱1斤。你怎么不去抢？我家这么好的草莓，就是扔沟里也不卖给你。没有雨泡、没有泥污染的草莓，按照加工标准值5块。明天以后，如果经过大风、暴雨和钢架挤压，能用的比例也会降低。到时候1块钱不是趁火打劫，是尽量帮农户减少损失。你少咒我！明天太阳照样出来。
我也希望你的草莓明天还好好的。半红果5块，青果3块8，可用刺果1块5，不同品质分开过秤。按之前说好的标准来。哼，装的还挺正规。真保住本了，赚的不多，但大棚钢架保住了，投入也收回来了，这就够了。种地不能只想着一次挣多少，先得保证明年还能种。你们村最好尽快处理，台风路径又往这边偏了。厂里所有车都在抢收，明天下午以后，风一大，谁都进不来。全体村民注意，受台风移动路径调整影响，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，本地区将出现强风和暴雨天气，请涉施农业种植户立即拆除割开受风棚膜，疏通排水沟。强风到来后，任何人不得进入大棚抢险。哼，又是强风暴雨。昨天说今天变天，结果连一滴雨都没下。广播都喊3遍了，要不咱去棚里看看？看什么啊？棚好好的，真有风，把固定绳再加几根。广播说要割膜，刘毅也说固定的越紧，受力越大。你什么时候开始听他的了？我不是听谁的，就是觉得留条后路，要不咱先割2亩，剩4亩看看情况。不行，儿子明年结婚，彩礼、酒席、新房全指望这批草莓，别人家提前卖了，1个月以后市场上没货，咱家的价格只会更高。现在割棚，你拿什么给儿子办婚事儿？小易，广播里说10级阵风，到底有多大？能吹断比较粗的树枝，普通当棚如果完整兜风，钢架很容易成排变形。棚膜去年才换，花了6000多。钢架多少钱？连人工3万多。6000和3万，哪个更重要？割！真舍不得，舍不得正常。我家割的时候也心疼，防灾不是没有损失，是选择损失最小的那一种。这话我明白了，可草莓怎么办？半红以上的立刻摘。我联系赵老板，看他的车还能不能过来。摘不完的，用卸下来的棚膜盖在草莓垄上，4周压土袋，能保住多少算多少。小易，你就告诉大娘，这次到底要不要割？要，越快越好。那就割。这是我家早熟棚里摘出来的，现在已经这么红了，再等1个月，1斤20，绝对没问题。刘家6亩草莓，昨天一共才卖6万多。要是等成熟以后，少说能卖10几万，他保住什么本了？分明是少挣了10万。少10万，那确实不少。我家8亩，现在卖不是亏得更多？这个账不能这么算。你倒说说，我哪里算错了？第一，20块是精品草莓进入商超后的零售价，不是种植户每1斤都能拿到的价格。第二，还要扣除后面1个月的人工、肥料、包装和损耗。第三，你的草莓还能完整成熟。台风呢？你们自己看，太阳都出来了。昨天他说晴天正常，今天还说晴天正常，反正你永远不会错。台风来了，你说自己算准了；台风不来，你就说路径变了。凭什么让大家听你的？请各村下午3点前上报大棚处理情况。最新预报显示，
台风右侧强风圈可能直接扫过刘家村。镇里刚刚通知，下午3点前要上报全村大棚处理情况。台风右侧强风圈可能直接扫过刘家村。风到底有多大？阵风可能达到11级。还是可能，又没说一定。王婶儿，暂时不愿意处理的，也必须确认已经收到风险通知。凭什么让我确认？确认的是你已经知道风险，不是让你替别人承担责任。还有一件事，一旦强风开始，任何人都不许再进入草莓园，不管棚膜有没有卸完，谁也不能为了几亩棚拿命冒险。我不割，谁爱割谁割。准备处理的先去登记。是啊，这点双水刀、剪刀、虎条啊！村里大半都动了，咱真不留点后路。你再说割棚，我就把剪刀扔了。这么粗的钢架，怎么可能被风吹倒？所有还没有处理大棚的种植户，立即到村委集合。台风移动速度加快，最快5个小时后进入强风影响范围。所有村民立即做好撤离大棚准备。刘烨，我家8亩地还没动，现在还来得及吗？草莓怎么办？赵老板还能来收吗？都先别说话，越乱越耽误时间。现在已经来不及统一采集，先保人，再保钢架。第一，所有完整棚膜立刻卸掉，先放2侧绳，谁都不许爬棚顶。第二，卸下来的膜别扔，重新盖到草莓笼上，四周全部用土袋压实。第三，东边把水沟全部清开。照你这么做，草莓能保住吗？我不能保证全部保住。那咱们忙这一场还有用吗？有用，盖住以后，至少能少受风吹，也能少泡一点雨水。最后能留下多少，要看真正来的风有多大。行了，别再问了，再问下去，风就真到了。愿意卸膜的，跟我走。先别乱跑，西边是迎风面，这一片最危险，必须先动。赵叔，你带第一组卸西边棚膜，拿长柄刀的都跟我。我带你们开第一座棚。李大娘，你带第2口装土袋，卸下一片就跟着盖一片。会装袋的都跟我走。拿铁锹的第3组去东边清沟，先通主沟，再清每家支沟。老人孩子现在就回家，不干活的人谁都不许进草莓园。记住，先保人，按组行动。这膜才用了半年，花了7000多，发票都保存好，处理前后的照片也要拍，灾后保险和农业救助可能需要。你连这个都想到了？先留证据，能不能申请到，后面由工作人员核定。所有人注意，每家布棚处理前后都拍照，棚号也拍进去。那边还有一垄没盖，不能再干了，所有人撤离。草莓坏了可以重新种，人不能拿来赌。水泵不要了，那台泵2000多，2000多可以再赚，现在回头可能就回不来了。他还真没处理。我去劝他撤离。快走！王婶儿，门都让你们拍坏了。你刚才在睡觉？不睡觉干什么？跟你们一样自己吓自己。村里基本都处理完了。哎，你家不割也算了，现在所有人必须留在家里。普通刮风下雨有什么大惊小怪？王叔呢？去棚里了。我让他检查固定绳，风大就多拴几根儿。现在不能加固，膜越完整，固定越紧，风压越集中。王叔，别再系了，这边松了，我系完就走。走。现在割膜还来得及吗？来不及了。为什么来不及？
现在风已经持续增强，蓬膜一旦卷起来，人可能被绊倒，也可能被移动的钢架碰伤，谁都不能再进去。那我六亩草莓怎么办？现在只能等，等风停了再说。就这么看着？对，草莓和大棚都重要，但没有人重要。台风到了，坏了！我要去割膜！你疯了！现在出去会出事，剩下的也要倒！倒了也不能出去。那是儿子结婚的钱，钱没了还能挣，人要是出事怎么办？没了，全没了。刘毅早就提醒我了，我为什么一句都不听？刘毅，我家的棚全倒了，草莓也全压在下面了。王婶儿，你跟王叔都平安吗？平安。那就不要出门，倒塌钢架可能还有移动，电线也可能漏电，所有事情等天亮再处理。你还愿意帮我？都是一个村的，先平安度过今晚，明天大家一起想办法。所有种植户先到村委登记，不要擅自进入倒塌大棚。村里将统一组织安全检查。真得谢谢你，要不是你劝我算清6000块棚膜和3万块钢架的账，我现在可能也跟王嫂子家一样。是你自己最后做出了选择，我只是把风险讲清楚。王嫂子怎么还没来？他家6亩全倒了，昨晚隔着窗户都能听见响。早让他割，他就是不听。现在知道谁对谁错了。少说2句，他前几天确实说话难听，可6亩地全毁了，谁遇上这种事儿都受不了。有矛盾归有矛盾，灾后不能看热闹。他家的损失已经够大了。今天先救灾。王婶之前说我拿回扣，这件事以后可以当面说清，但谁都不许拿他家受灾当笑话。我们提前卸棚膜，不是为了等着看别人倒霉，是为了让全村少受损失。你家多少亩？6亩。提前处理了吗？一块膜也没割。钢架情况？全倒了。人员有没有受伤？没有。老王昨天下午进过一次棚，刘毅把他叫出来了。人没事就好。王婶儿，你干什么？让我跪吧，是我错了。你第一次提醒的时候，我说你不懂种地，你联系罐头厂，我说你拿回扣。我现在才知道，你从来没想挣什么名声，你是真的想救大家的大棚。你之前说回扣的事确实不对，没有证据不能乱怀疑别人。但现在最重要的不是翻旧账，是先检查还有多少草莓能抢救。还能抢救吗？没有检查之前，不能先说全部毁了。棚架倒下有高有低，有些草莓可能能被棚膜挡住，只要没有破损，没有长时间泡水，就还有加工价值。我现在就去。不能自己进去，等工作人员检查电线和钢架稳定情况，确认安全以后再清理。我答应，这一次我全听安排。这是我的地。是。年轻人负责外围可以移动的棚膜，赵叔带人分类钢架，李大娘负责草莓分拣，完整果、轻微擦伤果、破损果、
泡水果，4种必须分开。我来分。我种了20多年草莓，好坏我能看出来。3天前，这些草莓还是我口中20块1斤的宝贝。那就别哭了，哭花了眼，好果坏果都看不清。你还愿意帮我？哼，我帮的是这一地草莓，不是帮你前几天那张嘴。以前是我不对，道歉等忙完再说。先挑果。王婶，再挑。6亩地，就剩这么一点儿。目前只能抢出这些，钢架下面可能还有，但必须等专业拆除以后再处理。先卖这些，1块钱1斤也行。赵老板，刘家村台风影响已经过去，提前卸磨的大棚基本保住了，有一户6亩棚全部倒塌。现在抢出一批草莓，你还能不能收？人没事吧？全部平安，农业工作人员也在现场，完整果和轻微擦伤果单独存放。我下午过去验货，符合加工标准的收。按标准来。赵老板，对不起。为什么道歉？我说你压价，说你跟刘毅一起骗村里人，我没有证据，是我乱说。你昨晚说1块钱，不是抢，是你知道风吹雨泡以后，草莓的加工价值会降低。先看货，这批不能做整果罐头，但可以做果酱。多少钱？3块1斤。还能给3块？完整度比我预想的高，但外观和硬度不符合鲜果和整果罐头标准，只能按果浆果收。我卖。6亩草莓，最后只剩7000多，至少还保住一部分。等危险钢架拆除以后，里面如果还有符合标准的果子，可以继续联系我。你还愿意收？厂里按标准办事，跟你昨晚说过什么没有关系。真要谢谢愿意帮你抢救草莓的乡亲。对不起，这句话我必须当着大家的面说。我仗着种了20多年草莓，觉得自己什么都懂。刘毅提醒台风，我说他不懂种地，他帮大家联系罐头厂，我说他吃回扣，满仓叔带头割棚，我说他老糊涂，你们跟着处理布棚，我说你们都是傻子。我不求大家马上原谅我，以后谁家缺人，谁家修棚，只要叫我，我第一个到。道歉听见了，先把筐搬回去，明天还有地要清。好，我搬。你家钢架不是全报废，能修的留下，不能修的统一卖废料。你们还愿意帮我重建？平时拌嘴归拌嘴，不能真看着一家人没了活路。以后再听见预警，别拿20年经验压人。我记住了，这辈子都忘不了。